就这小子吗？就你这小毛孩也想当城主？先和我试下刀吧！确实是个小毛孩。无双，来了，师傅。无双剑侠，就是你这个小屁孩！大叔，你哪位啊？叶宗涛。哦，好像也没什么名气呀。你就是没什么名气，这回你没记错。无双，下面你就和你的师叔比试一场吧。倘若你赢了，你便就是无双城的城主了。好了，知道了。那就比吧。你站在那里，我们怎么比？哼，没见过世面。云霜、清霜、风香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没这个大叔好好玩了。杀伤。你的刀叫断破，我的这柄飞剑叫杀生，也算是你来我往了。是断魂，不是断破。哦，是叶松子的断魂刀。是叶松涛。想吃松子了。燕回，你有一个好徒弟，竟能同时控制6柄飞剑，这样的天资，无双城100年来也未曾见着了。但是，你剑指师门长辈，太不敬了。不敬？年轻人，资质颇高，值得赞许。但是你太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了。大长老挺厉害呀，你怎么不当城主？我老了。我倒是挺年轻，你觉得我能当城主吗？燕回，你培养了一个无双剑侠的主人。是，这样的人应该带领无双城回到真正天下无双的时候。一座城池的命运，真的要压在一个孩子的肩上吗？师傅，我虽然记性不好，但我才不是孩子呢。我是无双，天下无双的无双。从我叫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注定要坐这个位置了？师傅，让个座。大胆！就算你是无双剑侠的主人，没有我们吴老的认同，这个位置你也坐不上。我还就坐上来了，怎样啊？大长老，你说这位置我能不能坐？参见城主。
师傅，我来履约了。我有3件，请君试之。好。第1件，雪月剑仙所传，月溪花尘。最后，明侯拼死杀了天泉老人，自己也受了重伤，被赶到的月姬救了。30尊，怎么了？那傻小子下山了。下山？赶紧去吧，或许还能赶得上看他最后一剑。很好，雷轰在你这个年纪，剑术不如你。师傅，这一剑，徒儿算是接下了吧？勉强算是接下了，不过只有这个程度的话，你接不下剩下2剑。只有用这个办法了。剑回！人剑相通，能到这个地步，你们的这个师弟啊，入自在地境了。第2剑，双手剑术，其一，雷门剑客，雷轰所传；其2，雪月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指云烟。这第2剑，请师傅试之。好，为师也赐你一剑，这一剑也有一个名字，叫平地一声雷。接得不错，不过你这双手剑，应该是原本准备的第3剑吧？要是没有更强的剑，那么今日的事件就……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的第3剑，我姐姐所传。走，刺剑，你的右腿要弯一点，眼睛看前方。好。3才剑法，平刺，刺，扫，收回来。
就知道了。谢谢。还是那么爱哭。小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三师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二师尊他……韩一虽然入师门比我早1个月，但实际上，他比我小4岁。他母亲是剑种传人李新月，他父亲是雷门雷梦莎。他未入雷门，随母姓。 殿下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圣上有旨，若您执意要从这里出去，那便以欺君之罪论处。我们可以先斩后奏。你们几个拦不住我。我等知道殿下武艺高强，但我们一时无惧。若您要出去，那便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那你们便来试试。殿下且慢。殿下，你身份特殊，那法场你不能去。新月姑姑。 怎么连你也拦着我？不，此事便交给我了，由我去将王爷带回来。相信我。雷门4杰，雷梦莎。萧瑟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有些事真的是宿命啊！无双城也来趟这趟浑水，雪月城趟的，又是多情的水啊！你要拦我们的路，我们只要他。一念成魔。 若是我们不给又如何？杀了我们，伤而不杀，还是能做到的。就凭你卢玉宅，还有那个叫无双的小子，当然不是。就凭我无双一人，你这小家伙，口气也太大了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既然没什么问题，那我就开始打了。早点打完，我还急着回无双城呢。 别说！啊，御剑术！轻说！绕指柔！玉如意！ 以这小子的年纪，就能操控无双剑匣放出4把飞剑，真是万中无一的天才。你怎么了？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风萧，刺！
才刚休息了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变得如此冷淡，看来还是需要我来扭转乾坤。原来好戏在这儿呢！小子，这吴仙不是被废去了一身神通吗？他这感情都是骗那个老家伙的。他这次用的功夫不一样。天眼通、神足通、天耳通，这不是罗刹堂乱来，这是真真正正的六通之术。难道这就是师傅说的一念乾坤？废去了一身秘术，反而习得了六通之术。恭喜师弟。这样也好，只要有点意思才能打下去。你要如何有意思？有什么感觉吗？啊？什么？是不是感到特别挫败？是有一些吧。本来这趟出门，想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些名头来，可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，一个都打不过。你可还记得第一次对阵明侯越姬的时候，你说过什么话吗？我说，好大一把刀啊！好大一把刀！不是这句。啊！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雷无节的幸运。你看清楚了，这一代的第一名将会从他们二人中产生。御剑之术，大开眼界；六通之术，自有奥妙。糟了，他受的伤太重了，到极限了。没想到啊，挡住了风雪剑神经咒，挡住了九龙门的本相阵，却最终还是要死了吗？不行！
剑挡拿肉挡，还真是个傻子。起来吧。的确是傻，不过这份情谊值得敬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。江南霹雳堂我知道，可雷无节好像没什么名气啊。以后你便会知道了。好，我的剑不伤无名之辈，今日放你一马。你可要记住了，日后一定要名扬万里才行。哼，那是自然。无双，为何不继续了？已然尽兴，便不想打了。大家一起上，把那小子给我带回去。平手。再来，不打了。无论多强的实力，在失传的剑舞面前都不值一提。能见到完整的西楚剑歌，乃是我辈剑客最大的幸运，可比获得一柄好剑要珍贵得多。不染尘，该是你的。 接着，舅舅，啊，走啊！长老，这剑都已经丢了，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舅舅，我打他正起劲了，怎么就走了呀？我还觉得那叶鼎之很是有趣，想跟他交个朋友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交什么朋友啊？我不知道你的剑法是从哪学来的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就会被那些剑客生吞活剥喽。走。这傻小子学会了很了不起的东西啊！快追，留下他，那可是西楚剑歌。 你干嘛？快闪开！各位，盛会还未彻底结束呢，怎么这么急着要走啊？你要拦我们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还能杀了你呢。 送我一个。臭小子！ 趁着去玄登城还有一段距离，赶紧把剑法的事给我交代了。可我总觉得，我们这么一走，好像
错过了些什么？别扯开话题，我们能错过什么？错过了一场重逢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今宵尽在言。话说这白羽剑仙头上戴一顶虎头狮子盔，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，内衬大红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白龙马，手使一对护手双剑，那真是威风凛凛呐！从清晨杀到日没，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，是大败而归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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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白羽剑仙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！下次我经过城匾时，定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上头，到底还有没有白羽剑仙留下的那一剑。试问天下，谁能挡我一人一剑？你们两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呢。哼，小姐，该回去了。东君、云哥，我就先走了。叶安，呀呀，回去了就乖乖睡觉，别再点住偷看画本了，伤眼睛。我才没有呢！云哥瞎说。哼。下一章应该要讲到白羽剑仙与酒仙相识相交，一同游历江湖的故事了，一定更精彩。唉，我也想像白羽剑仙一样，一剑入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也是。哎，我听爷爷说，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。要去闯一闯那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？这怎么行？若是带了你，侯爷岂不是要提刀来找我？不行不行，你爷爷可是所有人知道都要打寒战的杀神。你胡说！我爷爷明明是全天下最温和的人。反正我跟定你了，云哥，你不是我大哥吗？大哥理应带着小弟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9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你要当剑仙，我便不与你抢了。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酒仙，那我就去做那酒仙。那好，我们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大将军叶羽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其有通敌叛国之嫌。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叶羽带走念圣。亲子。
叶兄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夜风习习，明月皎皎。一个人喝酒，或许更美。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，现在多了我一个。叶兄弟认识那小公子？我注意到，你听到那小公子名字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瞬惊色。那种惊，不似久闻大名的惊叹，也不像初见英才的惊艳，倒像是久别之后，意外重逢的惊愕。王兄不仅剑术高深，观察人也很有一套。只是，我也听说。望城山有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年仅10岁便展露出惊世的才华。想必王兄这次来取剑，便是为了这位小师弟吧？只是小师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啊，今日有幸，有此好酒，有此明月，快哉，快哉！叶兄弟，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。不聊了，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有要事。怕晚了就赶不及了。小白梨，醒醒！喂，醒醒！舅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千东城地界啊。喏，接你的人都来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。西楚剑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温先生，哎呀，嗨，陈副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爷爷让你来接我的吗？把百里东军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好你个陈生，几个月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！看我如何禀告我爷爷，你这么对我！押回侯府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温先生。哎，多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不知温先生接下来是入城休息几日，还是直接回温家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我那个妹妹吧，顺便看看小百里下场如何。爷爷呀，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。爷爷呀，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你的好孙子被人欺负了呀！赏尽一世勇猛，老来孙子却遭人这般作践啊！哎，你知道我爷去哪儿了吗？怎么装哑巴呀？哎，我问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爹让你们干的？说话呀！哎，让。爷爷，爷爷呀，快来救我呀！
爷爷，可别，担不起。是子爷。怎么是你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。你说怎么是我？臭小子，还躲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嘴硬？再嘴硬！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那你这么做，你爹知道吗？别拿我爹压我！那你别拿我爹压我！反了你呀！我跟你。小姐，算算日子，白发紫衣大人应该已经回到天外天了。二小姐若是看到了他们，却没有看到小姐，指定要发脾气了。我让白发他们先走，是想看看北阙曾经的山河。星儿知道了缘由，他应该就不会生气了。小姐，那儿有一户人家。进来。禀无相尊师，西楚剑歌问世，天生五脉也找到了。剑仙当年已死，尸体挂于城墙，我亲眼所见。那能将西楚剑歌传世的，只剩下了如仙。如仙，要人之术，我们复国指日可待。小姐，他们供奉的是咱们北阙的勾陈大帝，他们是我们北阙的子民。方才看到牌位上的生卒，娘子的夫君和公公，可是死于15年前。夫君和公公，因15年前北阙和北离一战，死在了沙场上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如若一日北阙光复呢？北阙光复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的丈夫，我的儿子都没有办法再回来了。而战争一旦又开始，又会有多少人失去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呢？复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再往北20里，便是故都了吧？每年元宵，花灯满城。我原以为那是人间最和美的景象，可是好像，不论它还是不是一个国家的都城，不论执掌它的还是不是那个人，若是10年安稳，到了元宵，依旧还会花灯满城。人生短短一回，北阙移民需要的，或许并不是北阙，而是像今夜一样没有纷争的安稳吧。西楚剑术大道朝天，世人皆仰，退而让之，寻其轨道为我所用。若危及百里，退。
父亲啊，父亲，我也想见见真正的大道啊。父亲传来的消息。父亲说，大道之下还有鬼道，大道留给世人，鬼道留给温家。鬼道是指什么？我也只是听说，却从未亲眼见过。据说是西楚的要人之术，若真有此术，鬼神俱至。可是若拿不到呢？我也很好奇呀。若真拿不到，妹妹是帮百里家，还是温家呀？哎呦，那我到时候就问我儿子，他让我帮谁，我就帮谁。放心吧，父亲也说了，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说的是退，而不是助，说明他也意识到了这次事情不一样了。父亲是父亲啊，我是我，百里家我不管，我妹妹不能有毫发损伤，我外甥更不行。除非我温壶酒先死。也不知道司空长风怎么样了。前辈，先别忙着谢我啊！我又没说要救你。我问你，是不是这温壶酒让你来的？他是不是说，我一看到你这一身毒，就会拼尽全力的救你，证明我自己比他强？等着毒一解，你身上的旧伤复发，我以为是他留的后手，还会竭尽全力的再救你一次。完了呀！温前辈只说这样药王会救我，没说被识破后要怎么办？哼，你这一身五毒，天下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除了他，谁还能这么无聊？哎，你乱动什么？前辈既然不愿救我，那我自然不会久留。我又没说不救你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按理说，你这病早该死了，是什么让你活下来的？难道有名医相救？我哪经得起什么名医？不过是看了一本医书，循着法子采了些草药，胡乱治罢了。果然，还真有学医的天赋。那正好，我谷中
正缺个侍药的小童子，为我端茶倒水。等我100年之后，继承我的衣钵，做个小药王。你呢，做童子倒老了点儿。不过这里没什么人，勉强用用吧。高子，哎，行，就半年，我救你一命，陪我半年不成吗？只需半年，就半年，就怕半年以后你舍不得走。好。怎么了？哦，小先生，是卓墨公子。嘿，吃神农吗，宝宝？我就知道，以你的性子，一定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。然后方才呢，我又掐指一算，你必定会途经这里。怎么样？我这时间地点算得不错吧？夸夸我。父亲，天启城来的人有消息了。学堂小先生，哎，我说我亲爹呀，太阳还没出来呢，你干嘛呀？你舅舅说你要学剑法，赶紧滚起来练剑。臭小子，还换了个地方睡，不像个样子。拿好你自己的剑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你要教我剑？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？我不要你教我。怎么，还看不上你老子了？你看看，这剑如何？仙宫品的剑，自然绝顶。自然就是了。我既有仙宫品的宝剑，那自然要全天下最厉害的人来教我。我听说如今世上最厉害的人乃天启城稷下学堂的李先生。我去不了天启城，你找个差不多的人来教我吧。臭小子！我说过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还我！还给你了，你倒是用啊！哼，我用。你这也叫做用剑？哼，再来！来什么来？你先学会怎么拔剑吧。哼，这不就是拔剑吗？
大师兄，你刚才看清他出剑了吗？我只数到了第3剑，之后就完全看不清了。这2天清理了许多杂鱼，想不到漏网的还有这么多。恐怕我和唐莲都不是此人对手。要想对付他的话，这些天虽然远离三顾城的人很多，但是离奇消失的人也很多。为了给唐公子省些麻烦，多余的人已经帮唐公子去除了。说的可真好听。不过就是先把和我抢的人杀了，再来和你抢。也是这个道理。看来你也是为了那口棺材来的，那是雪月城的东西。看来你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，那并不属于雪月城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那是自然。阁下或许弄错了。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2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2位赢了，我就再给2位1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，赌博就知道了。隔空取物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56来打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赌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说，压什么？我赌556。到。你，好，压定离手。哇！碎空石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五脏六腑却会被全部震碎。这头中里的头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那就一定会赢。开。556。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
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不过手上功夫不错。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当年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凡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融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，魔教。有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。金霜，赵子柔，月如印，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2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的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
还要追吗？追。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子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黄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的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的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！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，足够了。好大的口气！